根据缅甸克钦邦最新战况，经过近2个月的围困，克钦军已经攻克了缅军第46营基地，完全攻占了缅北重镇孙布拉邦。而孙布拉邦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克钦邦首府密支那通往葡萄县的必经之地。2战时期的中国远征军驻印部队反攻密支那就途经此地。而2011年之后，克钦军与缅军完全撕破脸，孙布拉邦也是反复争夺的战略要地。之前节目我们分析过，从战事的发展来看，克钦军这次发起0307行动，目标绝不只是扩大势力范围这么简单。目前克钦军分别对巴莫、莫岗、葡萄3大重镇连接密支那的公路沿线缅军基地进行围剿，最终目的很有可能是要切断密支那与外界通道之后，对克钦首府密支那发起围攻。另外，密支那南部的巴莫镇也已经被克钦军包围，一旦巴莫一带被打通，克钦军就能从中缅边境的拉赞总部将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什阶省边境地带的人民保卫军部队，直接威胁缅甸第2大城曼德勒。克钦军与缅军的恩怨由来已久，之前我们也提到过，克钦独立军源于2战时期缅北克钦武装，原本是缅军绝对主力，在大缅族主义的打压下，克钦军领导人罗湘率领部分克钦部队脱离缅军序列。当时的吴努政府派遣了6个营克钦族军队北上围剿，在腊戌激战同族相残的情况下，立足未稳的罗湘战败，罗湘残部又产生了路线分歧，分裂成了3支武装，其中一支由早丹3兄弟为首，返回克钦邦重新打游击，也就是如今克钦独立军的起源。1975年到1976年，克钦独立军的领导人早胜、早都在泰国檀沃王附近同时被刺身亡，早丹在与伯姆老黄战斗中被击杀，早是3雄团灭。随后布朗森、早麦相继掌权，转变政策，联合缅共协同作战，克钦独立军就成了缅共的统战部队。随着80年代缅共分裂和瓦解，1989年果敢、佤邦、勐拉、克钦101军区相继脱离缅共，并与缅甸政府签订停战协议，克钦独立军也开始与缅军进行停战谈判。1994年2月，克钦独立军与缅甸军政府最终达成停战协议，克钦独立军在拉赞、麦扎央等地区划定活动范围，总部设在与云南盈江那邦镇毗邻的拉赞，所控地区被称为克钦邦第2特区。2008年开始，缅甸出台新宪法，规定所有民族地方武装组织必须接受缅军总司令部统一指挥，将民地武改编为边防军，实行一国一军。2011年，缅军又以保护太平江水电站为由驻军克钦邦，要求克钦独立军撤出水电站区域营地，改由政府军接管。克钦独立军并不认可，于是长达17年的停战协议被撕毁。此后，缅军与克钦军不断发生冲突，直至今天。另外，网上还传出一个十分雷人的消息，说是克钦军最近被白象灭了3个营。然而，白象一般代指泰国，和克钦邦并无交界，可能是泰缅边境的克伦邦的克伦联军与缅军争夺妙瓦底，互有伤亡弄混了。还有传言说是中方南部战区出手灭了克钦3个营，这就更是无稽之谈了。目前克钦军占领的雷基、麦扎央和拉赞口岸能和大国正常通关做生意，并没有动武的迹象。或许是4月末，缅军在辛博被灭了3个营，谣传成了克钦被灭3个营。根据缅甸有关媒体报道，目前从中国运往克钦邦的货物已经恢复通关，但很可能需要交2次过路费。克钦军在雷基收1次，缅军又在巴莫收1次。类似谣传的情况还有果敢同盟军与克钦军的关系。总体来说，双方还是合作大于分歧。毕竟如果没有克钦军的牵制作用，缅军东北军区就有可能腾出手来，对果敢同盟军攻占的贵盖、木邦等地发起反攻。而同盟军方面近期也是利用克钦等地的战士休养生息，招募新兵进行训练，为之后进一步解放腊戌或配合友军部队解放全缅甸做准备。